这段时间，美国国防部和媒体都在炒作中国海军规模超过美国，而最近美海军想要另辟蹊径，打造一款新武器，甚至扬言这就是中国海军克星，为何外界纷纷泼冷水？23号，美国福布斯刊文称，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坚信无人战舰在未来舰队扮演重要角色，这也是未来应对中国的重要力量。但美军传统作战系统必须要变革，所以五角大楼关注到价格低廉、能减少人员伤亡的无人机和无人舰。在几个月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一份报告也显示，美海军可能将传统舰艇换成无人舰艇，这样的舰队将减少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数量，未来将打造530艘组成超级舰队，规模直追冷战高峰期。而报告指出，美海军决定投资建造更多无人舰艇的主要原因是希望领先中国，以应对未来诸如中国等国家的军事挑战。但美媒指出，美海军一直在实验海洋猎人无人水面舰艇，作为三体船执行反潜等任务，其巡航距离为19000公里，能够在海上航行数周，而且航速并不差于有人战舰，这可能成为中国海军的克星。虽然美军信誓旦旦，但这种做法在美国国内遭到广泛质疑。国家利益就表示，五角大楼准备和中俄进行大国竞争，将要部署新的规模庞大的无人舰填充舰队规模。但是目前美海军正测试的都是小吨位没有定型的原型舰，匆忙用不成熟技术替代海军主力，简直就是自裁。美国专家的质疑还有，美海军为何要放弃优势更显著的大型有人战舰？确实，中国的航母和远洋作战编队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个差距确实不是短期内弥补的。而美军将希望放在无人舰上，相当于主动放弃优势。同时，中国也在发展无人舰，中美在该领域是处于同一起跑线。美国真以为自己更强吗？中国早在2017年就亮相了天津1号，之后还展出了 GARI 双体船。中国的无人舰尺寸排水量似乎更大。最近，中国还公布新型智能无人系统母船建造计划，预计在2022年交付，其排水量约7000吨。虽说是个科考船，但同样也能搭载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无人潜艇。更何况，无人设备对实时通讯有很高的要求。目前，我国5G 通讯技术已经领先，6G 也正在布局中。在人工智能信息化领域，我们和美国都是同一梯队。传统海军领域，我们确实还有差距，但新领域美军不一定跑得过。当前中国周边局势不容乐观，这段时间我们的邻居日本更是上蹿下跳，积极参加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多次联合演习，并且还和澳大利亚签署协定，将允许澳大利亚军队进出日本。最近日本再次做出危险举动，还想再尝一次灭顶之灾。在明年1月份拜登即将上任之际，日本开始着手鹿岛县无人岛马毛岛建设，以供美军航母舰载机训练的训练场。马毛岛作为日本当局打出的美日同盟新象征而备受瞩目，日本首相甚至表示，火焰指挥马毛岛交涉受到了包括美国防部长在内的诸多人士的感谢信，怎么透露出一股求夸奖那味儿？事实上，原本美国航母舰载机训练是在东京附近神奈川县的后木基地进行，但是由于当地居民不断抱怨抗议，驻日美军只好往返距日本本土超过1000千米的硫磺岛上进行训练，但飞行距离远，没有紧急着陆的设施，于是美日计划寻找替代训练场地，并在2018年开始计划购买马毛岛。日本防卫省21日公布，将对投入160亿日元从民企购买的马毛岛周边海域进行调研，还将出动重型装备对附近37处海域的海底进行调查，之后确定建设港口的位置和规模。而美国 CNN 强调，马毛岛与中国上海仅距离900公里，其目的已经不言而喻，这将对我国国土安全造成很大威胁。而日本以牵制中国、支援美国的名义购买马毛岛，其实就是想在没有军事限制的情况下将其建成永久基地。其实美国人要是没来，日本挺安全的，谁威胁日本了？谁要在日本登陆了？没有这样的国家，典型的被害妄想症。这么多年，日本一直被紧紧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为美国利益服务，压缩自身利益。但日本心甘情愿，因为他们也有野心，和美国一起就能名正言顺、不受限制发展军事，甚至积极花大价钱建新场地供美军使用。这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
很早以前，局座张绍忠就曾说过，日本这个民族欺软怕硬的，就是欠揍。不知道日本还记不记得，在1945年时，美国空袭轰炸了日本9州，甚至还投下了2颗原子弹。现在日本这种做法简直是自寻死路。一旦大国之间开战，最先打的就是这种桥头堡。这才过去75年，还想再尝一次灭顶之灾？目前，中印边境对峙已经8个多月，在对峙期间最激烈的冲突就是在6月15号，中印军队双方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但没想到印度竟然把这次冲突事件翻拍成了电影，拍摄团队还亲自到所谓拉达克地区实地取景。印度的这一做法也引发了热烈讨论。从流传的图片来看，先是印军严阵以待冲锋，双方拿起石块和棍棒互殴，而解放军总是一群人围殴3个，一个人打。此外，还有人抡着缠着铁丝的棒子。在混斗之后，印军俘虏了解放军大胡子军官。这个抗中神剧说它是大型军事魔幻题材也不为过。除了大胡子军官外，这些解放军陆军穿的竟然是海军陆战队的服装，而且这个服装似乎有点眼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几乎一模一样，宝莱坞歌舞喜剧罢了。事实上，在6月15号，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流血冲突事件。事后，印军至少有20名士兵死亡，中方死亡人数不明。而此前，印媒《今日印度》曾采访经历过这次冲突的印军官透露，原本6月初高层会晤谈脱离接触，以为能松口气儿，但是在15号，巴布认为解放军会从加勒万河谷撤走，就打算把剩下的东西拿回去当战利品。于是趁着夜色到对方驻地，却发现还有几个中国人。随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后来中国增援部队拿着铁铲和钢管赶到，两军开始互殴。很快我们很多人被打成重伤，于是100多人开始往回跑，而沿河路边是悬崖。由于天黑和害怕被打，很多印军掉到河里被扔下，有的则被俘虏了。虽然这篇采访并没有被双方证实，不过金一南少将在不久前也透露加勒万河谷内情，和这个描述差不多。局座也曾说过，印度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又有着谜一样的自信，还好大喜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在现实中打不赢，那就拍个电影打赢对手。在去年印巴空战，事实已经证明印度输太多，但是印度还是拍摄了一部电影，专门来吹捧纪念这次大胜。不知道印军防空系统击落自家支援直升机这个大乌龙有没有被拍进去？这件事儿也引发了国内外热议，有国内网友表示，吹最狠的牛，挨最毒的打。还有个外国评论也指出，印度精神胜利法则能让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无论印军再怎么意淫，也改变不了事实和实力差距。要是还不长记性，那就再遭受一次屈辱。在12月22日，中俄进行了第2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引发轰动。这件事仍然还在持续发酵。随着中俄日韩各方消息陆续披露，有个细节被披露，这次巡航似乎就是在针对第三方。与此同时，美日又在干什么危险勾当？据报道得知，这次巡航中方派出了4架轰6K 轰炸机和俄方2架图95轰炸机联合编队，在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进行巡航任务。期间，两国军机一直严格遵守国际法规定，并没有进入别国领空。这次联合巡航里程增加了50%以上，并且跃出第一岛链航线，明显东移。但对比日韩声明，却有个细节引发关注：这次巡航究竟是向谁发出信号？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有4架中国军机和15架俄罗斯军机一度飞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但是并未侵犯领空，并且在军机入区前，中方就通过两国之间的直通电话通报了进行训练的计划。而日本防卫省则表示，中俄两国派出6架轰炸机，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升空应对。不过，日本官员加藤胜信透露，中俄事先都未通知日本，不过军机并没有侵入日本领空。对比两方表态，至少能看出2个不寻常：一是中方提前将巡航计划通报给韩国，但并未通知日本；二是这次巡航并未引发任何纠纷。外界预测，今后这种行为要成为惯例，所以这次日韩要冷静不少。而外界也都在猜测，中俄联合巡航究竟在向谁发出信号。俄罗斯军事专家利托夫金指出，这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美国不是世界的统治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要考虑到中俄。大的战略目标是美国，而小的施压重点则是日本。
从中方通知了韩国却没通知日本就可以看出，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韩国存在感相对较低，而日本则是上蹿下跳，频繁参加美国及其盟友的联合军演，甚至还同意澳大利亚驻军协定。最近美日还在准备一笔勾当，又要迈出危险一步。据悉，日本防卫省正准备建新的训练场地，以供美军航母舰载机训练。这个新的训练场就是马毛岛，距上海只有900公里，这就是在自寻死路。一旦大国之间发生冲突，那么部署在日韩境内的美军也将成为对手首先要打击的目标。这次中俄联合巡航就是为了给美日当头一棒。